和牛在除了日本以外的地方已经卖到了天价，但是如果你问我来了日本应该怎么选店哦，台湾那啊，是的对，就选今天这种店，就是那种商务大叔带着女生过来吃的店，一般都不会错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，它足足有4.18分，而且服务员为什么那么帅啊？在日本这样分段的烤肉一般都是4万到5万，何以解忧，唯有和牛，一顿不够2顿来凑。今天我们终于约上这家店了，又是这种座位全在2楼的隐秘店。上前菜之前还会有个展示环节，今天的第一个前菜仿佛应该在法餐厅出现的，吃起来像一个浓郁版的甜豆花，有点像融化了的芝士慕斯，反正就是奶乎乎的口感，就只有一口。第二个就是今年那个很火的折叠饭团的生牛肉，用鱼子酱把海苔粘在一起，里面的生牛肉是用烤肉酱腌的，酱香上头。这和牛手卷应该这样，肉糜那种缠绵的口感也很上头，就是太少了，贼辣香。小哥说这个牛舌是用红酒炖了很久，本来我以为它是牛脸肉，结果它是牛舌哎。这个汤汁很像罗宋汤和咖喱混合的味道，嚼到里面的还有一点红酒味。然后第一个烤肉就是牛舌，这家店就是这个超厚切牛舌最出名了，就是你们懂那个，你的口腔那边能够感受到牛舌每一寸肌理的感觉吗？那种外面脆弹脆弹，里面生软生软的口感，再加上浓浓的肉香，瞬间在你的唇齿间炸开。它最里面的那个部分真的特别的像龟苓膏。他家的和牛也是在自家农场培育了很多年才杂交出来的，所以还是有点费钱包。但是身上最贵的一个部位，也是最精华的，肉眼可见的脂肪比肌肉纤维还多。这种比较肥的里脊真的很夸张，就是一边嚼一边喷油。他们家的烤法真的很神奇，它是一直不停的在焖烤，反复焖烤，很像韩国的做法，直到把牛油的香气焖到那个4月瓜里面，就是蔬菜的里面都是带肉的味道。下一块肉的口感其实很像牛脸肉，但它更有纤维感，就是一层叠一层，比较像潮汕牛肉里的勺饼，从来没有吃到过的味道。然后在这种比较高级的店，一般吃2到3种肉，会给你上一个味觉修正的东西，像这种生姜清汤面，它就只有一口。他家的和牛三明治真的很野蛮，可能他深知自己比不过别人，就干脆放弃了。2片焦脆的吐司，夹着一整块里脊肉，里面那个蒜蓉酱有点像吃东北烧烤，给我颗蒜就好了，好吃晕了。这个是哈密瓜泡菜，这个真的很难评，就是隔行如隔山。为什么要用哈密瓜做泡菜？这真的只是一个造型的作用吧？就是酸甜苦辣，除了苦它都占了。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东西啊？它是存在的遗漏的是什么？下一块，他说这个是牛屁股上面的肉，所以吃起来会是有种指定能行的感觉吗？但它在烤的时候，我就能看到那个肉汁顺着它的纹理不停的往外流，真的像是在喝那个牛尾汤。这个是横膈膜肉配洋葱，有点像高级版的吉野家牛冬饭。它这个洋葱的汁水也很多，然后横膈膜肉的汁水也很多，嚼起来就像是在你嘴巴里面炖汤，而且很像布丁上面的焦糖，甜上加甜的感觉。主打的概念就是那种非常多汁的那种感觉。最后的一块肉也是最顶级的体验，它这个会给我一种牛奶配坚果的感觉，那种黏糊糊的口感，像加了超多麻酱的东北砂锅土豆粉，黑松露的汽油味也会在每一次咀嚼的时候深入你的喉咙和鼻腔。每次吃到这种配松露配蛋黄，我都很开心。总有人跟我说和牛店吃不饱，我们来看看主食，一碗冷面，一碗饭，反正就是和牛不够主食来凑，对吧？我想夸的其实是他们家的咖喱饭，他用的是和牛的牛脸肉炖的咖喱，里面那个肉特别的烂，太适合做咖喱了，就整碗饭吃下去都很轻松。然后甜品也是2道，一个牛奶布丁和一个芒果，还挺舍得的，感觉每一次吃和牛店都能解锁一些新的吃法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咋么样？这东西它真的很难烤，但如果它烤好了，那肯定会是神仙的味道。重庆的烧烤真的很牛。今天来重庆玩，我问了我重庆的亲戚，吃了火锅还可以吃什么？然后我姐跟我姐的前男友都说这家店好吃，他俩真的很难意见一致，去试试看吧。非常的迷茫，但就是很想吃烧烤。就来重庆第一顿还是先吃烧烤吧。这一次故意叫了个专车，上一次那个师傅太恐怖了，那个师傅给我介绍了很多好吃的店，但是今天就想吃烧烤，就是没那么多花里胡哨，直接点招牌菜。我觉得他家的烧烤和兰州烤肉很像，就是都不会提鲜马料，用新鲜的肉边烤边上料。先来20串猪板筋，科普一下，猪板筋是猪的背脊上面的筋，是猪的身上最好吃最贵的一个部位。烤的时候我悄悄说了一句不加点辣，这个也成为了我今天最后悔的一句话。不是重庆人是不是感觉不加一点辣这句话有一点挑衅的意味？师傅是先烤，然后上了料再烤，然后再上料，这个辣椒量是怎么回事？我说老板你可以加一点辣，我没让他加这么多辣。最后的成品就是这个样子，它嚼起来的第一瞬间其实有点像猪耳，接近牛筋，但是比牛筋更脆，也更容易嚼烂，又脆又韧。我现在这个嘴巴的色号就是重庆色。然后是烤鳝鱼，烧烤鳝鱼真的是鲜品，最期待的就是他们家的鳝鱼跟腰花，而且这么大一串，吃起来没有土腥味，肉很紧实，比鳗鱼还要嫩一点。不愧是重庆的烧烤，味儿给的真的很足。然后来到了我们的腰花，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烧烤有这么厚的腰花烤。他们家虽然腰花8块钱一串，但它真的很大一片。一般都是用那种很薄的，对吧？其实那样吃起来很不得劲儿，这种厚切的吃起来才会有腰花的实感。拿菜的时候就看得出来，又厚又肥的一片，改刀很细，很入味，吃到嘴里真的是很嫩的口感，上面撒满了洋葱碎也很加分。喜欢吃内脏的人绝对特别喜欢这个。虽然我最近变得已经能够吃辣了，但是我还是必须一口菜合口为一。烤猪肝经常吃，他家不是那种滑嫩的感觉，吃起来会稍稍比较粉，干的香味真的很浓，就是喜欢这种焦焦的藕片。它就是辣的我头顶直冒汗。它这个五花肉烤的还很油润，这个嚼烂之后爆出了油脂，只有你的舌头能明白。好肥好喜欢，肥瘦相间的牛肉串，这个也是我烧烤的必备。我发现他家会让你上瘾，不行，我还是想吃那个腰花。他那个腰花真的很带劲，吃辣真的可以分泌多巴胺。以后如果谁想谈恋爱了，就带他来吃辣，治好了。
炒饭可能会迟到，但绝对不会缺席，金黄金黄的，特别配鳝鱼。但是我建议别让老板加辣，再强调一遍，不要让老板加辣，就是它标准的辣味是最好的。太辣的话，嘴巴会忽视别的香味。自制一份鳝鱼腰花盖饭，我其实觉得这个可以单独拿去卖，48块钱，特别的满足。碰到了一群巨热情的重庆粉丝，悄悄帮他们买的单，希望他们吃得开心。最近去了很多城市，切真的感受到了，当你品尝这座城市的美食的时候，真的可以感受到当地的风土人情。夜色降临，和3、5好友在这吃个烧烤，好巴死笑嘛！阿杰推荐指数9分，好吃，很辣，卡味儿。原来和牛去不去世对肉质的影响可以这么大，又到了吃和牛的日子。今天这家和牛店真的很残忍，每一头和牛的性别跟是否绝育都会根据菜品选择，这也是一个农历的问题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有点变态，但我还是很好奇。すみません。18時半予約したようですね。他家这个装修，如果不是那个烤盘，没有一处像是要吃烤肉的。每天只接待5桌客人，因为都是店长一个人负责烤肉，剩下的服务员就负责端盘子，真专业啊！菜单上每一头和牛的编号、性别、有没有做绝育都写得很清楚。但实际上我也很想问，为什么绝没绝育都要写出来？算了，不要那么多废话，直接开始吧。第一个菜是芝士泥甜虾刺身，中间加的是炸的脆脆的虾头，底下是土豆泥跟果冻，因为它那个虾肉是现剥的，所以吃起来特别的生软，有一点点腻。然后下一个菜是这个，它跟你的舌头接触的一瞬间，你的舌头的体温刚好可以让和牛的油脂化开，所以你能直接尝到肉的雪花的味道，还挺好吃的。今天的第一块里脊肉是和牛三明治，上面铺了一溜黄芥末籽儿，这个横截面特别的好看，它刚放到唇边咬下去的那一刻，会有一种看郭老师视频的感觉，非常的快乐。它的脂肪和肌肉很平衡，口感又很嫩，所以它的齿感特别像双皮奶，但是因为它的肌肉纤维很细，也很容易卡牙缝，所以清洁干净自己的口腔很重要。我还是一直在用我们的老朋友 U-Smile 的电动牙刷，这次他们品牌升级了，现在是自家研发的磁悬浮马达，非常厉害，1分钟震动38000次。普通牙刷会有残留菌斑，时间长了牙坏了，像我这样还得上各种刑具，它就能够去除95%的牙菌斑。这一款的定位就是大牌性价比款，现在用的牙刷不好用就可以换它，配置升级但是没涨价，更多的款式和更低的价格我都放在评论区了。好了，继续烤肉，这是一整块横膈膜肉，第一次见原来长这样，但是它要断断续续的烤30分钟，所以先上了沙拉，别家用黑松露都是给肉用的，他家是配沙拉，真的奢侈。这个是我最爱的韩国菜参鸡汤，里面是西葫芦、枸杞、红枣跟鸡胸肉，就是一闻会有非常浓的黄油味。我发现他家烤肉都是往生的烤，他家的舌根肉吃起来很像烫的没有那么熟的菌根，嚼起来嘎吱嘎吱的。然后这个薄薄的是舌尖肉，它就是有点类似于潮汕牛肉的牛胸口肉，那种脆中带软的感觉。连接处的肉其实卖的很贵，因为量很少，它吃起来真的很像口香糖。横膈膜肉也烤好了，它会比别的部位的肉更软，也比其他部位更肥，因为它的纤维是很多层，所以吃起来很像千层蛋糕。这种还没烤的里脊肉看上去真的很像南齐金枪鱼，肉也没有多余的筋，就很好嚼。里脊肉就是金枪鱼的中枢。然后下一个菜是和牛寿司，小杯子里是调制好的蛋液，你直接往上倒就行了。包住饭团的瞬间，先是你的口腔内壁感受到了蛋液，然后再是咀嚼之后混合的那个香气。肉眼部位的肉就是每一片汁水都很饱满，就是每嚼一下都会有汁水溢出来。吃了很多油腻的东西之后，柠檬冷面真的是很解腻。这个是吃到现在最像韩国菜的一个菜，它那个汤真的很酸爽。甜品是一杯巴菲，粉粉嫩嫩少女。总之就是他们家讲究很多，肉质真的很好。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吃了饭记得好好刷牙，卡玩意儿。